他对于他现在惹不起的人，他就每一个人都说他是好朋友。金正恩也是他的好朋友，习近平也是他的好朋友。他把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盟友都砍光了，他已经掌握了石油，他掌握了委内瑞拉，他再掌握了伊朗。所以当他都掌握了这些的时候，他就接下来要跟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叫板了。那现在美国在这个时候又要当好人哦，讲这种风凉话，说我们就在路上了哦，你们到底在哪一条路上？好歹也讲一下啊！你现在是绕到了哪里？至少跟大家预告一下。但是现在显然看起来，美国并没有在路上啊，美国还没上路啊。他做这个喊话是什么？就是喊给这些暴动的人听啊，继续暴动到底啊！我们迟早有一天会来的。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来关心在中东的战事，川普现在喊了救兵已经在路上了，盟友却在此刻踩下了刹车。我们今天也要来看，大家在关注说美军的战力在伊朗附近到底如何，但是现在根据最新的资料显示，完全看不到任何美军的航母。那么伊朗方面则是部署了各式的无人机来压境。今天也会特别来解密这个是伊朗的王牌无人机师团的战力到底有多强。中东现在似乎已经走向谁先开枪谁输的一个争死局当中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赶快来关注到的是川普的最新喊话。面对现在伊朗内部各种的流血冲突持续的扩大，他已经怒批伊朗在进行的叫做无意义的杀戮，所以川普已经改变他的态度了，他决定取消任何跟伊朗官员所有的会面。他也说了，对德黑兰发出严正的警告，他说救兵已经在路上往伊朗的方向去了。川普也对目前在伊朗的这些示威者喊话，他说你们不要害怕，记下目前打你们的凶手还有施暴者的名字，未来我会对这些人让他们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他也提醒了伊朗当局说，伊朗，你这周只要开始绞死这些抗议者的话，我们美国会采取非常非常强硬的行动。我们看到这一回川普的话喊得非常的狠，但是在军事上的行动到底如何？现在看起来似乎不多。尤其要特别来关注到的军事现实，就是目前美国不管是在海上或者是空中领域，完全看不到任何要开战的迹象吗？这是一个问号哦。因为呢，现在根据了解，没有看到任何大规模，不管是运输机或者是加油机，甚至战机，更没有看到任何的航母打击群在伊朗的周遭。美国的军事网站战区也直接做了一个分析报道说，即便美国后来决定呢，他要出动他的航母，但是最快也要数周、好几周的时间才可能抵达伊朗的附近，而最可能派出的就是林肯号。好，看得起来海上跟空中没有太多的布局，但是其实还是有一些巧巧的动作的。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华府这边最新呢，已经在中东布局的是它的新型的自杀式无人机。比较特别的事情是，这款无人机是高度仿制伊朗的主力战机的，也就是见证者136，也就是可以显示说，目前美国的战斗方式已经逐渐走向比较低成本、可以大量消耗的这一些武器。再来，我们看到军事面，美国持续对伊朗贸易国课征25%的关税，背后评估它为的就是要打击中国大陆，因为对于伊朗课征这25%的关税，目前看起来对中国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不过也有分析特别指出，这个川普啊，你看起来是要帮助伊朗人民，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专家痛批说，数十年来，就是因为你美国对伊朗实施这种全面的制裁，才会压垮伊朗今天的经济，还有包括引爆今天的民怨上街头。根据估算，伊朗的人民的人均 GDP，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2012年当时还有$8000以上的。到了2024年，只剩下$5000左右了。这是在美国的制裁之下，世银做的统计。而2018年之后，石油出口更是在美国制裁之下暴跌了最多80%，国库每年损失竟然高达数百亿美元。川普这回说要救伊朗，到底是谁害了伊朗呢？节目一开始，我们也要特别请教委员来看。川普现在喊说随时开战，但是美军好像看起来没有太多的集结，真的会开战吗？还是对伊朗、对中国做出一个高度的政治恫吓而已？委员怎么看？对，我想美国对付他的敌对政权哦，其实美国自己的工具箱里头有各式各样的工具。讲得更直白一点呢，就是美国有各种花样的菜单存在。那么在过去这段时间，你可以看到哦，他已经采取了几个不同的方法去对了其他的国家，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委内瑞拉，
他采取的就是外科手术式的直接的斩首哦，那么直接把人带走了，然后呢，整个委内瑞拉政权就瓦解掉了。那么但是问题是说，面对伊朗哦，美国恐怕没有办法采取同样的把戏哦，就是说你今天要用这种猎杀对方或者是逮捕对方领导人的模式，你已经用过一次了。伊朗又不傻，他看到你怎么对马杜洛的，该躲的都躲得好好的，你放心。然后该有的这个保镖啦、忠诚度可能要重复的反复确认过，所以你要再用同样的方法重施故技，恐怕也不容易。那你上一次是用长城奔袭的方式去轰炸伊朗，可是问题是你用轰炸伊朗的方式，就算你斩首了这个哈梅尼好了，但是问题是对哈梅尼来说，他就算被斩首了，整个伊朗的神权政权还是存在的啊。你最近光看到伊朗的这个议会的议长说要跟美国就是势不两立到底了，所以你就杀了一个哈梅尼，也不能够解决整个伊朗的问题哦。所以现在显然看起来，他要用外科斩首这件事情不太容易啊。不管你是要用轰炸机去轰炸，你要用这个无人机，你要用这个CIA 跟摩萨德的力量想办法来猎杀伊朗的领导人。对于你要取得伊朗的政权的主导的这个地位，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帮助的哦。那么你只会加深整个这个伊朗的反弹，然后这个激化整个伊朗的报复的行动，那整个中东就是遍地烽火了。那第二个，你看到说他军事入侵也不容易啊，因为刚才这个我们看到了，他并没有航母部署在那里哦，又跟当时的这个委内瑞拉不一样啊，人家那个时候航母已经部署得好好的了，该有的都在那里了，而且委内瑞拉好歹也是在南美洲，距离美国虽然不是很近，但是也不太远了。可是中东是很远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先把你的部队投射到那里去，你这个时候要用军事入侵，你怎么入侵嘛？就你不可能去靠以色列的部队来入侵啊。所以现在显然看起来军事入侵也不行哦。那么我现在的初步的判断哦，我认为美国要用的是它工具箱的另外一个工具，就是它过去最长期以来最熟悉的工具，就是用他长期以来布建在这些国家的，比如说年轻人啦，或者是反对势力，开始要发动政变，要推翻这个政权嘛。所以你看到现在伊朗是遍地烽火的暴动啊，反政府的暴动啊。这些反政府的暴动怎么前几天不暴动，一两个礼拜前不暴动呢？怎么忽然之间就来了呢？这就像当年的颜色革命我不断的强调说，这是美国 CIA 最喜欢玩的把戏。台湾的太阳花革命是怎么来的？然后呢，香港的雨伞花革命是怎么来的？全世界这么多花的革命到底是从哪来的？这就是 CIA 长期以来布建在每一个国家，布建在学生的团体里头，布建在这个社会的深处。当这个 CIA 要唤醒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全部都出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次伊朗，如果我没有猜错，你说 CIA 跟摩萨德大概已经把他过去长期以来布建的所有的这些种子全部都一次点燃，然后造成了整个伊朗的天下大乱。所以伊朗才会开始采取军事镇压行动。那现在美国在这个时候又要当好人哦，讲这种风凉话，说我们就在路上了哦，你们到底在哪一条路上？好歹也讲一下啊！你现在是绕到了哪里？至少跟大家预告一下。但是现在显然看起来，美国并没有在路上啊，美国还没上路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做这个喊话是什么？就是喊给这些暴动的人听啊，说继续暴动到底。我们迟早有一天会来的。至于说这个迟早有多迟多早，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我觉得现在在伊朗这一局里头，美国最可能采取的方法就是用这种方式。所以你看到巴勒维王朝又开始出来讲话了。当年巴勒王朝如果干得好，他就不会被推翻了。这他当年就被推翻掉的。所以我要讲的是说，现在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最重要的关键，我觉得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必须要警惕啊。美国现在川普在玩的是温水煮青蛙的游戏。他对于他现在惹不起的人，他就每一个人都说他是好朋友。金正恩也是他的好朋友，川普也是他的好朋友，习近平也是他的好朋友。可是他在做的是什么事？他在做的是不断的砍断中国跟俄罗斯的盟友想尽办法的一个一个砍。我认为人家砍了，再砍伊朗，那下一个是谁呢？所以川普已经讲过了，金砖国家就是反美的军事同盟。他现在在做的就是瓦解金砖势力。所以当他把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盟友都砍光了，他已经掌握了石油这个生产了，他掌握了委内瑞拉，他再掌握了伊朗。美国自己本身也是石油输出大国所以当他都掌握了这些的时候，他就接下来要跟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叫板了。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跟俄罗斯恐怕要在这个时刻
恐怕要有警觉心了就是说这现在恐怕不是隔岸观火的时刻了，现在你必须要用一些其他的代理人去牵制住美国的势力，否则当美国一个一个的斩断掉这些金砖国家的盟友的时候，最后就剩下这几个国家了。那个时候美国可以磨刀霍霍、好整以暇的来对付他们了。好，确实目前针对这一场暴动背后是否到底有没有这个美国 CIA 跟摩萨德的影子，其实外界也都在高度的怀疑当中。那目前确实这一场示威暴动，目前已经造成了当地有非常严重的死伤人数，包括了数百人死亡，还有数千人被逮捕。面对现在整个暴动，可以说示威活动已经完全的失控了。伊朗也不是省油的灯针对这些示威民众，还有针对于美国，他们也开始祭出了各种的反制动作。我们要来看到是伊朗当局最新用的方法，就是他们祭出他的军用无人机，部署在各大的城市，以无人机对民众来进行攻击。德黑兰的第二个方法就是把所有的网络干脆都切断，让这些暴动的民众再也无法跟外界做更直接的一个联系。刚刚特别提到的伊朗这次祭出的无人机，其实伊朗的无人机的战术过去就已经在许多的实战当中有特别的去使用过了。我们来看到几个例子包括了在第一个2伊战争期间投入实战，第二个他们也曾经透过电子战捕获美军的 RQ-170哨兵，还有他的 NQ-9死神无人机。胡塞组织也多次的使用无人机来突破沙烏地和阿联酋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去年，今天我们会来特别看到的是伊朗海军宣布成立的第一个海军无人机师，它是隶属南方舰队的，那构成了整体的舰载无人机的作战体系。到底战力有多强？等一下我们会来做评估。看起来战争是一触即发了，现在有许多的国家也站出来跟川普说，其实伊朗真的没有这么弱，劝你不要去进攻。最新消息是美国的 NBC 做的报道，现在包括了以色列还有多名的阿拉伯官员已经私下跟川普政府说了，他说伊朗政权没有虚弱到你美军可以一击就致命，所以你不要去攻击吧。同一时间，沙烏地阿拉伯、阿曼跟卡达等等的这些海湾国家也同步游说川普不要开战。我们先来看看伊朗无人机加上电子战已经高度成熟了，如果真的开战，美以还能够速战速决吗？干哥怎么看？所以你看那个伊朗的无人机部队它有40年以上的历史，也就是说，它很早以前它就专注在这方面。所以去年他们海军南方舰队成立了无人机师部队，对不对？那你就晓得说，其实他们在这上面花了很多的心血跟功夫，而且他们的防御网竟然可以捕捉到 RQ-170，还有 MQ-9死神。死神是最难抓的，他竟然可以抓得到，代表什么？代表他的电子瘫痪跟电子反制是有效的。那你就要想一想，如果今天美军是用传统的方式去就是说进袭德黑兰的话，你会遇到的抵抗跟遇到的防御，绝对不是委内瑞拉可以比较的。这一点必须要先厘清这个观念。所以川普他现在不是闲没事做，他在椭圆形办公室一直在想，我要怎么打这一仗？这第一集要怎么打？当然，我们昨天讲过，林肯号虽然不在荷姆兹海峡，也不在红海，也不在波斯湾，因为林肯号它现在正在应该是南中国海最近大家要赶过去的话，大概也要3-4天。那如果没有航空母舰的话，美国当然还是有别的手段，派出逆中轰炸机，或是派出隐形的核子动力攻击潜艇等等。可是这样子对于教训伊朗恐怕不够，你必须要有真实的部队调动，你知道我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有真实的比如说像特种部队好了，你要有真实的动作，或者是说像入侵阿富汗或入侵伊拉克一样，真正的部队调动，那个就会被国际媒体的注意力给放大了。可是到现在都没有，所以我不认为美军有真正实质占领的动向。反过头来，我们来讲说伊朗的无人机。伊朗的无人机，伊朗有多少无人机？没有人知道，你知道？我们账面上看得到的无人机有2000架，就跟它的飞弹一样，有2000枚一样。那事实上，据信超过1万架的无人机，所以这一次他才能够拿来对付老百姓。他用军用无人机的规格去对付100多座城市的抗议者，所以你就晓得说，他们的无人机储备是非常足够的，绝对比他的核子能力还要高超的许多。
那美国如果今天有实质的入侵部队去进到德黑兰的话，绝对不要再重蹈1980年鹰爪行动失败的前提。鹰爪行动是美军灰头土脸、一败涂地，为了去救被何梅尼去软禁的55名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馆员啊，然后8架直升机在伊朗沙漠里面撞成一团，以悲剧收场。那这次如果美军还要在伊朗沙漠，其实我老实讲一句，很投鼠忌器，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曾经失败过一次，所以这次如果他真的要去进攻德黑兰的话，他的目标是谁？他的目标是不是斩首哈米尼？如果是斩首哈米尼的话，那单纯的多；但如果不是，是要推翻整个那个神学政权的话，那我觉得这就复杂许多。所以我觉得川普到现在为止不敢轻举妄动是有原因的。至于今天可能会什么？今天可能会正式在那个德黑兰处决一名才26岁的青年，采取公开处决。公开处决是什么方式？你知道吗？就是他们传统习惯的用起重机的吊架把人给吊在大概3层楼、4层楼的半空中，给所有人看，而且他经由这个电视台发送到全国各个角落，这叫公开处决。那这个年轻人到现在是不是已经被处决了？很快就会有画面。我是奉劝伊朗，你不能用无人机来对付自己的老百姓，也不能这样公开处决反对你的人，否则的话，你的这个政权啊，哈米尼恐怕不能够再持续下去，因为国内的反对声浪恐怕会越来越大。虽然我们完全没有讯息，为什么？因为伊朗官方已经把所有的讯息屏蔽了，30%以上的这些讯息全部都屏蔽掉了，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现在对于内部我们真的看不到实况，这是让人家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好，内部的讯息整个被封闭住了。那这场示威暴动仍然在持续当中。川普在这个时候喊话说，救兵已经要逐渐到了，说是要救这些示威者。但是同样时间，阿拉伯半岛电视台也出来酸川普说，现在伊朗的经济搞成这样子，是因为你数十年来对我们寄出的各种制裁，结果你现在反而说要救我们，是不是很讽刺？岳老师怎么看？我对于伊朗的这个国家的话呢，感触非常强烈，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富裕的一个国家。然后现在的话呢，在美国的经济制裁下，我算了一下，将近47年的时间，这么长的话呢，那么伊朗能够撑到现在的，基本上它变成一个神权国家了。那么神权国家的话呢，你这边问的问题讲到用人权来批评神权国家，这个其实讲起来是对于我们宽容与多元文化的一个比较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因为它神权本身来讲的话呢，就是神权，既然是神权，来讲什么人权嘛，对不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但是我觉得川普讲的话呢，我分成几点来讲啊，就是说第一个的话呢，他吹牛的的成分比较大了啊，因为他不敢陆战啊，因为伊朗不是委内瑞拉啊，伊朗很大，而且有8000万人啊，对不对？而且长期来讲，他的革命卫队的力量对国家控制的情况蛮好。另外，最主要是我们对他情况下不知道啊，它里面到底内部发生什么？但是我们得到一个消息，就有一个名词叫孟加拉模式，就是伊朗这次在暴动过程当中呢，有非常非常多的伊朗的革命卫队，至少有一个上校，还有另外一个领导的话呢，是被暴民杀害了。所以说，这个要处决的方式的话呢，基本上也跟这个有关系。这个叫孟加拉模式，就是2024年孟加拉革命。然后第二点的话呢，这个川普呢，这个在吹牛，要对于跟伊朗有生意往来的要加25%的关税，对不对？那个川普自己的那个关税的话呢，马上就要被最高法院判非法了。这个还讲什么东西？那另外到目前为止的话呢，我觉得伊朗本身的内部啊，这个还是说有很多外在的原因会使他团结。比如说巴勒维的儿子就在那边叫嚣啊，希望他们能够把革命弄多一点。然后这个的话呢，其实是有助于这个伊朗的神权的赫梅内伊的维持了啊，就让他们内部更加团结。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话呢，大家关心就好，不用太紧张。好，回到节目现场，产经的热门话题，美国现在对经贸的黑手也要打到我们台湾的企业了吗？真正发生什么事情啊？大家都知道，自行车的龙头 Giant 捷安特呢，他们这个美国的海关暨边境保护局CPB 对捷安特寄出了战扣令，指控这个旗下的巨大机械在台湾生产的自行车零件呢涉及强迫劳动人权的一个议题。
然后货品全面禁止进入到美国市场。这一刀砍下去啊，也是让巨大的股价重挫。然后现在感觉有点杀鸡儆猴，不只是台湾的其他企业，包含亚洲整个对美国的供应链都开始人人自危了，就怕如果哪些地方没有让美国开心，是不是就忽然被灌了一个莫须有的名堂，然后嘞就被这个禁止啊？那么这是单纯的人权审查吗？还是说是美国打着强迫劳动的一个旗号，实际上又是在玩弄过去非常擅长的这个贸易的权术呢？把战扣力当成经济战的武器，明翰哥怎么看这个事件？我们现在谈论这几件事情哦。第一个，美国的海关跟边境保护局最近去说，台湾的巨大，它居然有所谓的一个劳工上面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都非常的一个挣扎哦。为什么呢？第一个 ，WRO 是什么呢 ？WRO 叫暂扣令。什么叫暂扣令？对于美国来说的话，他们可以说，你这个商品当中，如果是非法生产、非法劳工，或者是有过度的奴役人家，这个通通都是不行的。甚至于有所谓的债务管理，这个通通不行。所以这里面有包括什么马来西亚中旅游啦，包括韩国等等的，这个我们就不细谈了。但台湾的巨大，再来跟各位谈一次情哦。过去巨大是在台湾发迹，20-30年的过程当中，在中国巨大了之后壮大了，然后他回到台湾来，回到台湾之后，他们就知道了要跟中国来做脱钩，所以他们其实现在很多的边缘厂跟协力厂都是机械化的，其实他们人工能够用少就尽量少。但讲句实在话，这2年的巨大其实经营的非常辛苦哦。巨大股价最好的时候是400多块，这2天遭受到这个消息，它股价今天连100块都守不住。但现在麻烦是麻烦在这什么地方呢？我们认为巨大来到这个地方，我认为巨大是敲山震虎。什么叫敲山震虎呢？现在美台的2国的一个谈判正在最后的一个边缘。那再来要进入所谓的深水区，深水区当中很多事情是美国它很需要，可是它又想课税，它到底要怎么做？232条款当中包括了资通讯产品，包括了整个所谓的电机、电脑相关跟整个晶片相关的，这个都非常非常重要，但现在都还没有谈完。那还没有谈完，后面要进入这个地方的时候，先把巨大扣一个罪名，各位这个罪名好恐怖哦，强迫劳动、债务劳役、扣发工资、过度的一个加班。以我们对于巨大的一个了解，巨大本身具有所谓的极度的一个所谓的资本化，其实巨大会做这些事情吗？我个人是真的很怀疑。但来到这个地方，是你一间台湾的公司去面对的一个美国政府，所以这个不只是已经小虾米对大金鱼了，有时候你不知道你要怎么去面对你那么大的一个所谓的敌人哦。所以来到这个地方，为什么大家都在担心的是说，这个所谓的 WRO 的暂时暂扣令，会不会是美国海关跟边境管理局让整个川普来把整个谈判武器化当中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们最后要谈论到的是，现在美国其实海关扣留物已经扣很久喽，有中国的渔船。有南韩的海盐，有多米尼加的一个砂糖等等，但这次去扣到了台湾的自行车，这个是第一次。但我最担心的是，扣巨大的整个自行车只是第一个开始，后面的一个谈判整个步骤会变困难，是我最担心的。是。透过这份名单啊，其实我们也发现，过去美国用这个 WRO 当武器化，不只是对付这一次包含中标的有我们这个巨大之外，其实过往对中国、对日本、对韩国、对马来西亚等等都有过这样的做法。那尤其在东北亚，韩国、日本、台湾，这都是你第一岛链的盟友。现在对盟友开刀，什么意思？李将军？我骑过捷安特的脚踏车，好骑。如果说你骑过它的竞赛级的脚踏车，它有很多种。对，它有一些这个就是在公园骑的那种，其实非常优雅，也非常好看。那如果说你骑它的那种竞赛级的脚踏车，那一辆很贵哈，可能10几万以上。但你骑得起来的话，那个顺畅度哦，你会觉得自己变成哪吒，你知道哪吒，因为觉得好像2只脚装了风火轮一样。哦，那速度非常快。我跟各位讲啊，以我这种年纪，我骑捷安特的脚踏车竞赛骑的，在公路上我时速可以骑到将近40公里，你想吗？它速度就是这么好的一辆脚踏车。当然，美国一定很眼红。我觉得美国这次对巨大做这种动作，很明显就是准备
将这个巨大的这个产业，脚踏车的企业能够搬回他美国嘛？我们知道美国一直讲说 MAGA 就是很多的产业希望拉回他美国。那现在借着这种手段来打压，其实美国对全世界各国都是一样，会扣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包括对新疆所谓的太阳能也是借这个理由。是。那试问一下，这次来讲，美国有没有到人家巨大公司现地去看？昨天我看巨大的这个他发言人他讲说他没有来看，绝对没有啊！你没有来看，你怎么可以说就是血汗工厂、血汗劳工苛刻工人的薪资呢？我觉得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目的他只是想要将这个生产技术搬回到美国去。但是我特别要讲，如果说到美国的话，那个脚踏车成本、工人的成本会更高。我们前一阵子不是在讨论美国的这种 HEB 的那种签证费用要提高到10万吗？为什么印度的这种签证来讲的话，它的工资要比美国的工资平均便宜15%到20%，所以人家美国我企业来讲，我一定要用便宜的劳工嘛。那你今天美国来讲，如果说你硬要将这个搬回去的话，我觉得只有增加自己美国脚踏车行业脚踏车这个车辆的一个成本，那将来这个成本一定会更高，卖的价钱一定会更贵。好，观众朋友。再看一下这份名单哦，除了我们台湾的巨大之外，上面的马来西亚棕榈油5年了，禁令还没有撤销。韩国的盐业也是苦苦在证明清白，唯一比较解禁的就是多米尼加的砂糖，但是被爆出哦，背后呢也是跟川普有这个政治的关联啊。那要不要撤你的销？要不要解你的这个死局啊？就是看你后台硬不硬。老话一句啊，你有关系就没关系啊。所以美国又双标了吗？这一次对这么多企业这莫须有的这个罪名指控，到底合不合理？唱这个。我想这是整套的手段。以川普最新的宣布，他是针对于药业又课征了100%关税，而且没有管你是哪个国家，除非你这个药到美国做制造。对，好，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清楚，关税是川普在总统的格局来对付国家、对付特定的产业的手段，动辄随便他怎么开哈，然后大家再来协商嘛。而我们现在看到，我觉得这次暂扣令很明显的是针对于个别企业。我们现在看到这些虽然都是国家当中盐啊、棕榈油，但它基本上它暂扣令都是针对公司，对公司。所以这里头很明显的，就我们过去其实都很清楚知道，美国有非常多的，包括它的反倾销调查，包括301的这个条款的法案，它有非常多的针对于产业、针对个别公司。量身定制的，随他们所意。所以我觉得现在针对于暂扣令这件事情，表示说，除了关税这个大产业领域之外，开始针对他们锁定的企业对象，像被巨大被锁定了，都知道他先前都有，我想巨大自己也表示嘛，过去有讲说，美国方面有问他们是不是要去移到去制造，那个巨大就完全就直接说不要，对，所以他当然就是被锁定哈，所以至于说美国现在多重的手段，有这些法令，有这些条例给政府跟很多的商务部也好，他们的财税部也好，甚至连他们的国安的部分、国土的部分的这个都可以。在这里头有任何的部分的出招，而现在除了由川普或美国政府的对国家大产业，现在更细密了，透过针对于特定公司用这种暂扣令的方式，可以更琐碎、更细致的进行。也就是说，我没有惹恼你或跟你这个国家产生巨大的碰撞，但我透过扣住你的企业，对你产生警示的兆头。如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部分，它对后面的关税谈判，台美的关税谈判当中，可能也是一个威慑力。我想这就是美国现在很细密的，透过关税战为核心当中的各种的法令跟实质的扣押手段，已经是全面进出了。是。好，这个要有川普，他有他自己的一个盘算，但是台湾这么多企业，你美国最需要的晶片你不做，然后你去欺负一个自行车业者，什么意思？我看这个按照国际依赖理论来看的话，这个人在屋檐下还不得不低头，因为美国是霸权，它世界超强，很多人大家都要看它。我们看第一个经济，大家都经济都要依赖它。像我们来看的话，我们在去年2024年。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台湾是顺差739亿美元，你看那么多，你是不是要赚美国的钱？对，你要做生意要对，那你就要听美国的，因为不然我不要跟你做生意，我关税给你提高，或者是哪些东西给你限制，或者给你严格的检查，那就可以找出理由了。你不得，因为你没办法，你这个非要依赖它，经济依赖这是个最大的。第二个，我们讲的军事依赖，你军事依赖，你为了区域安全，为了你的这个国防，你都要向他买武器。
好，持续接下来要关心的是中东情势，因为现在在也门，我们可以看到内战是大升级了。尤其今天要特别关注到比较奇特的一件事情，美国的2大盟友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公开互殴，到底怎么回事？他们2大盟友指的是沙烏地阿拉伯跟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如果说真的开打起来，中东地缘跟全球的油市恐怕都会陷入在火海当中，这也会影响到整个全球的局势。赶快来关心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也门的内战竟然上演了《三国演义》牵动的，刚刚讲的是美国的2大盟友，现在都出手了。大家记得吗？当时呢，过去也门在发生内战的时候，通常 PK 的都会是胡塞组织对上也门政府。那胡塞组织背后通常比较有帮忙的，可能是跟这个胡塞比较好的中国大陆，或者是俄罗斯，或者是伊朗。那也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他们也有他们比较好的，这个是对抗支持他的是沙烏地阿拉伯。那么现在呢，为什么突然间又杀出了阿联？阿联所支持的这个叫做南方过渡委员会，突然间第三方势力杀进来了。那么他大规模的竟然在这个时候选择去进攻也门的军政府，直接攻下了他们的第2大城，这个叫做塞勇士哦。那为了报复，我们也看到沙国这边也有所大动作了。沙国是直接轰炸了也门的港口，并且限令阿联的军队24小时之内你必须要撤离。怎么回事？美国在中东的2大盟友突然间公开的翻脸了，这时候川普会挺谁呢？美国在中东的势力会不会因此动摇？汉庭怎么看？先讲一下，这等于是川普执政这1年来试图构建的中东反伊朗大联盟，已经从内部彻底瓦解了。这为什么呢？就是到了2025年啊，随着伊朗跟沙烏地阿拉伯关系持续和缓，那胡塞武装呢，它也暂时的这个休兵不动，所以原本靠着恐惧伊朗而勉强捆绑在一起的沙烏地阿拉伯跟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瞬间失去了共同的敌人，所以掩盖在联盟之下的帝国野心就暴露了。沙烏地呢，他想要一个统一的也门作为后院，确保从哈德拉毛省通往印度洋的一个石油避险通道。阿联呢，想要肢解也门，控制南部所有的港口，把红海变成阿联的内湖。所以12月27号的轰炸，就是沙烏地阿拉伯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说的一句狠话：你如果想要做海洋霸主，我就炸烂你的码头。所以这一场冲突对美国的打击，其实比胡塞武装的发射倒霉还要更严重，因为这直接揭穿了川普在中东政策的内裤。那为什么呢？这其实有几个方面啊，这也导致了他的一个两难。所以川普原本的打算呢，是要让沙烏地和阿联出钱出力维持中东秩序，那美军呢就可以抽空去亚太啦，对付中国大陆啦。好，那结果呢，这2个代理的这个小老弟自己打了起来，所以这就会迫使美国不得不把战略资源回流到中东，那就直接干扰了川普重返亚太，好，或者呢他想要去对付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节奏。所以当然现在呢都在看川普在挺谁，这其实是一个很无解的赛局。如果挺沙烏地，那川普需要沙烏地的石油产量嘛，那来控制通膨，也需要他来购买美债，但就会得罪阿联啊。那阿联呢是亚伯拉罕协议的核心支柱，以及以色列在海湾最好的朋友。所以阿联一旦翻脸，那美军呢在另外的一个迪哈夫拉空军基地运作也会受阻，所以两边呢都很为难。所以最后呢，川普极可能会选择交易性中立，也就是啥呢？哎呀，就出一张嘴，对吧？他的公开呼吁，这个要停火啊，但私底下呢，可能会默许沙烏地呢去对港口进行有限度的打击，换取沙烏地承诺增产石油。毕竟呢，对坚持美国优先的川普来说，阿联的港口野心只是生意，但是沙烏地的石油呢才是命脉。好，确实哦。那现在变成说，美国的盟友不管是沙烏地、阿联，直接就是已经变成敌人了。那中国大陆在这个时候的角色呢，会不会趁势的崛起、见缝插针？尤其我们也特别观察到，中俄伊三国支持的胡塞也会趁机在这个此刻做大吗？委员又怎么看？对我说，对北京政府来说，他们一向不玩这种趁火打劫的游戏哦，所以我倒不认为，北京政府会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开始借势这个见缝插针哦。但是事实上，我们回溯整个中东的局势，就如同刚才汉庭提到的，
从2015年开始，沙烏地阿拉伯跟阿联酋结盟，宣布支持也门的政府军。那么这样的一个结盟一直持续到2019年，然后你看到阿联酋开始逐渐的撤军，但是他口头上仍然表达说他是支持沙烏地阿拉伯采取同样的行动的。然后一直到这一次，我们发现阿联酋开始全面的转向，支持了这个南方过渡委员会叫做 STC 这个组织。那么当然，就如同汉庭讲的，他们沙烏地阿拉伯跟这个阿联酋对于也门有不同的盘算跟主张各自符合各自国家的利益。但是当一旦这个美国最重要的中东的2个盟邦跟据点反目成仇的时候，其实对美国来说，不至于是另外一场后院失火的情势发生嘛？我觉得对美国来讲，现在全世界各地都是战火不断哦。那么原本他认为相对稳定的中东，这个以色列跟伊朗的问题都还没解决了，现在阿联酋跟沙烏地阿拉伯的问题又来了，那他到底该怎么办？那这当然必然会造成这个白宫在处理国际事务上的压力。那么你说对胡塞武装组织有没有趁机扩张的可能？这当然有啊，因为当阿联酋跟沙烏地阿拉伯从原本的联合支持政府军到现在的这个各有主张、各有作为的时候，对于也门内部的分裂势力那么当然就有更大的空间跟机会了。所以其实坦白讲，这一局跟北京政府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那么我相信北京政府唯一要做的就是持续的跟这些单位、这些组织、这些国家维持相对的这个稳定的互动关系，因为目前看起来北京并没有被扫进这件事情这个沙烏地阿拉伯也好，阿联酋也好，也没有要求北京表态啊。所以对北京、对俄罗斯来说，我认为现在与其说见缝插针，他们比较有可能的就是站在旁边看这件事情的发展，因为毕竟这是美国的烂摊子啊。好，那这件事情对接下来的石油，不管是国际的石油的供应，或者是油价，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因为其实沙烏地阿拉伯跟这个阿联2个国家都是很重要的产油国，华干哥又怎么看？其实老实讲，它对于未来的国际油价走势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为什么？因为不管是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或者是沙烏地阿拉伯等等，当然啦，至少战火现在没有打进到他们自己的本土上面，所以应该还是可以控制一段时间。可是国际油价绝对不是你们也门感冒，然后沙烏地阿拉伯打喷嚏那么简单。为什么？因为也门坦白讲一句，它也是一个战略要地，你知道，就是说它是3方势力嘛。第一个就是也门政府军，第二个是胡塞武装。那胡塞武装，我今天坦白讲一句，它就是什叶派，它就是伊朗支持的啊。那对于伊朗一直支持这个，沙烏地阿拉伯是很感冒的。沙烏地阿拉伯已经派空军已经去炸穆卡拉港了，但是他还没有对伊朗下狠话。为什么？沙烏地阿拉伯是以逊尼派为主的，那伊朗是以什叶派为主的。那你去支持南方过渡委员会，也就是也门的南方这一块这些民兵组织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南也门能够独立嘛。北也门跟南也门之间的这个纷扰，不是这10年的事情，那是一个世代的事情，只是没有升上台面化而已。那最近就是因为伊朗直接支持了南也门，对青年运动南方过渡组织等等。那所以沙烏地阿拉伯就一直认为说，你这样一直在我们家后院搞这些事情，你要干什么？但他还是没有说，我下通牒，如果今天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也就是卡达，他们如果再这样子的话，那我就怎么样？他没有这样讲。其实我坦白讲一句，利雅得他还是已经有，就是说先维持他的风度啦，讲话也非常保守。但实际上，你知道，如果伊朗跟沙烏地阿拉伯是接壤的话，对，那早就打起来了。为什么？因为2派是不同的教派。所以现在你说，这个沙烏地阿拉伯，他是希望我们跟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其实2个人是邻邦，在很多议题上面，而且我们2个都亲美刚刚2位都已经讲过，这2个国家都是亲美的，他们的部队都是美国组建的。飞机、大炮、坦克跟船全部都是从美国来的，而不是从苏联。那所以又是兄弟之邦，那为什么他们在对于也门问题上面，他们反而会越走越远？很简单，就是因为也门希望说，
这个成立南也门的话，对我是有好处的。那沙烏地是说成立南也门当然对我没有好处啊，我希望也门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所以各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就是这么简单而发生。那我认为这个只是区域性的冲突。如果说这个冲突不在1个礼拜之内结束的话，川普一定要讲话，为什么？为他的利益，当然也为了全世界的油价稳定，川普一定会跳出来，而且他一定又要从这里面得到些许好处。对，我相信他得到的。好，接下来来关心到的是川普这一回直接点名了，我要接管格陵兰。难道北极战争进入倒数了吗？美中俄会不会在此擦枪走火？赶快来关心到今天的3个火线话题，会请来宾帮我们特别做解答的。川普此刻又在高喊呢，他要接管格陵兰，北极是否进入战争前的准备呢？我们今天也会关心美中俄在这边的角力。接下来看到的是来自于美国的媒体也特别做了一个报道。特别提到了中国威胁论，他说大陆的科研潜艇已经深入在北极的冰层里面，中俄在北极的实际影响力是否已经开始压过美国，让美国如此的担忧呢？这是第2个问题。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到，如果这边提到美国真的对格陵兰动武的话，北约会不会第一次因为美国而引爆自己联盟之内的内战呢？丹麦首相也在此刻最新出来警告，他说：“美国，如果你攻击的话，北约就会玩完。”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带观众朋友一起来做解读。赶快来关心到的是，川普之前有说他要接管格陵兰，但这一次他又再次很严肃的提到。美国需要格陵兰，并且就说呢，格陵兰的位置真的是实在是太重要了。但是眼前看到的问题就是中俄船只啊，全面的覆盖在这个地方了。那么主权国丹麦啊，都已经看到这样的状况，还是无力因应。他甚至说呢，目前在北极的防务上面，丹麦你竟然只增加了一台狗拉雪橇而已，痛批说丹麦你到现在为止防御的能量实在是太不足够了，无法满足我们美国的国安需求。因此呢，川普说他已经派人推动了，会把格陵兰并入美国当中。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持续帮助川普来加码，他还扩大中国的威胁论。他说，大陆正在加速布局北极，对美国已经构成了重大的威胁。尤其在去年夏天，可以明显看到大陆的科研潜艇首次的在北极这种很厚的冰层下面，达到数千英尺的深处，完成了载人的深潜。他说，这个是对美国来说一个军事上跟商业上的一个威胁了。那么我们也看到，除了川普本人自己说到这个中国威胁论，这一位我们先来看到这个地图，川普的政策幕僚长兼国安顾问，他的妻子叫凯蒂，他也直接在社群上面发布了一个格陵兰的地图。大家关注到这格陵兰怎么怪怪的呢？因为上面竟然是美国的国旗，并且呢，他的妻子还发文配着上面标注说即将推出，就是 coming soon， 是美国要去占领格陵兰的意思吗？这贴文一出啊，不到1天，浏览次已经破了1200万，在网络上引爆非常大的热议。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大使怎么看川普喊出的接管格陵兰。其实这一回丹麦是非常非常的担心了，他们觉得事情有可能会真的发生，北极是不是已经进入到战争前夕，也会关注到美中俄在这边的角色。我想川普要格陵兰应该不是开玩笑的，因为他昨天在飞机上接受访问啊，记者问他那格陵兰怎么看，他说格陵兰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太重要。对，他说啊，这个丹麦是无力来保障格陵兰的安全的，这个国家是一个罪而小邦啊，没有那个能力。然后他说，现在在格陵兰附近啊，就是俄罗斯跟中国的船只，到处都看得到。那我不晓得他有没有证据啊，就是到处都是中国跟俄罗斯的这个影子啊。所以呢，他说啊，他们这个美国啊，对格陵兰是他不是开玩笑的。那人家就说，记者就说，那你欧洲人会不会造成你们跟欧洲的这个中间的美国跟欧洲之间的这个争执啊？因为丹麦是属于欧盟的国家嘛，那欧洲很多国家也替丹麦讲话了。那所以川普说，他说不会，他说其实说真的，欧洲很多国家都希望把格陵兰交给美国，为了安全的理由。当然就是说，川普我看他也不是开玩笑，因为他川普1.0就曾经讲过格陵兰啦。那这次他卷土重来，他当然格陵兰
我觉得今天他在委内瑞拉这一场胜局之下哈，他有一点想乘胜追击，因为我看昨天他在电视在这个飞机上啊，那个弹性之足啊，弹了1个多小时，然后有一个美女记者在他面前一直问问题，他就一直打，然后那个都是深夜啊，他还是可见他对于他的这个打这个哈，这次马杜罗哈把他绑回美国啊，他是非常得意的，这种得意之间就很容易啊，他想乘胜追击。那其实我自己的看法，我看了格陵兰从地理上来讲的话，真的它是比较靠近北美的，哎，它跟加拿大是连在一起的啊，尤其那个地方到了北极以后哈，那很多地方都是冰封的，对不对？那你跟欧洲，说实话，它跟欧洲是有距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不是门罗主义吗？我看他这个唐罗主义哈，更进一步啊，可能就变成就是说，他认为这个美洲在地理上应该是把这个格陵兰一起划进来了。那格陵兰当然它现在目前是很难开发了，可是它的土地有216万平方公里啊。那你要知道，很多这些地球科学家都在讲说，其实人类暖化，有些小岛会淹没，有些地方会太热，有些会有很多极端气候，可是有些地方是受惠的，受惠的就是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跟将来的格陵兰，他们可能那个冰层这个可能会将来气候的变化，他们可能是最适合居住跟开发的地区，所以川普要当凯撒大帝的话，我想他可能要在美国历史上留名抢一块这么大块土地的话，他可能会自己觉得应该又可以得一个奖章吧。好，川普想要乘胜追击，看起来拿下格陵兰已经是必要的，川普势在必行的这个节奏。那现在川普也特别提到了嘛，还有美国的媒体也特别提到了说中国威胁论。刚刚看到这个科研船，现在是主要用在科学上面，但是在美国的挑衅之下，有没有可能越界走向军事备战？有关于大陆的角色，那包括了中俄联手在这边的影响力，现在有没有可能跟美国真的起冲突？干哥又怎么看？其实我说一句实在话中国科研潜艇这个可以潜到冰层底下数千英尺深，这个不是新闻啦，早就已经可以了啦。只不过川普再把它拿出来讲一遍，说你看，人家中国潜艇已经跑到格陵兰下面去了，这很严重对不对？你们格陵兰人还不赶快想办法，要谋取自己的利益嘛，对不对？卖给我们美国，我帮你把防卫全部做好，我还帮你开矿，对不对？一举数得，而且老实讲，那丹麦的那个总理跟丹麦总督尼尔森他就讲说，我们是主权独立，我们属于丹麦。你现在到底在讲，你在练什么疯话，讲什么疯话？可是川普不是这样想，他认为他把那个16世纪的那个阿拉斯加拿来当做跟现在的这个格陵兰在同一个地位上比较，就是说。当时我们从俄国买了阿拉斯加之后，阿拉斯加现在你看资源开采丰富，而且成为我们北美很重要的一道屏障。那你格陵兰如果说由我们来控制的话，更可以阻绝俄罗斯和中国势力。所以这是站在美国的角度去看天下，去看整个世界的战略前沿的那种布局它看起来很正常，可是所有的国家就觉得很不合理啊。丹麦说我是北约成员国，现在也是同样是北约成员国的美国要来侵略我们丹麦，那我们要向谁申诉啊？我们是不是投诉无门啊？尤其美国又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否决权，那我们到底要向国际法庭或是向谁申诉？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荒谬的、非常荒谬的一个，我没有办法去想象说，因为要抵抗美国入侵，而自家人在这个联合国里面、安理会里面给搭起来，所以这一次还有更妙的一件事情，美国最近批准了什么？批准了卖给丹麦三架这个我们中华民国日夜梦寐以求的反潜机，叫做 P8海神 Poseidon 海神反潜机，现在是全世界最一流的反潜机，也就是说水底上面跑的什么东西它都抓得到。这叫 P8反潜机，那就是从哪里改过来的？从 P3改过来的。P3就是我们现在现役的我们现在台湾海军现役12架 P3
北极星反潜机。那结果呢，现在更进一步更高一级的叫 P8海神反潜机，他决定卖3架给丹麦了。奇怪，你不是说你要帮丹麦防卫吗？你还卖飞机给丹麦干嘛？而丹麦真的去跟美国买，美国也同意了，就是看不懂，你知道吗？卖东西、买军备、买飞机是一回事，对，我要侵略你又是另外一回事，对，你就觉得很讽刺嘛。是，所以他说：“你说我只有狗拉雪橇，我就跟你买飞机啊，你也卖给我了，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下去？你觉得？”那是一出荒谬的闹剧，而川普，你不要再一直讲那些痴人说梦的事情，因为它绝对不会发生。好，那我们也看看，在川普他喊出说要再次接管格陵兰之后，确实现在格陵兰方面还有丹麦也都随即反击了。2位，我们先来看到一个是丹麦的领导人尼尔森，他说够了。怒呛哦，他说这个威胁、施压跟并吞，并不是朋友之间会做的事情。那去年12月，丹麦的情报机构也首次的把美国，这是第一次列为潜在的安全威胁。欧盟国家也表达了不满。那如刚刚这个干哥也帮我们特别提到了，丹麦他还再次的跟川普再一次的提醒他说，我们都是北约成员国，接下来如果有任何事情发生，丹麦其实是有权可以援引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的，就是有这个集体防卫的承诺的，防范美国再次有其他的行动。丹麦的这个首相也说，美国如果攻击北约，将会玩完了。有没有可能引爆北约自己内部的冲突、导火线，甚至内战？因为美国而引起，上次哥怎么看？首先对格陵兰的这个事情，我基本上是很悲观的哈。那我是很乐观，川普会把格陵兰拿下来。我甚至个人推测，2026年底或2027年有可能就有这样子的具体动作。为什么这样讲？川普对格陵兰，除了上届来讲，他在去年刚当选的时候就已经讲了。可你看，丹麦到底做了些什么？格陵兰实质做了些什么？首先，北约跟这个丹麦之间的关系，丹麦相对来说是比较疏离了。虽然丹麦本身的军力其实在北约当中也有贡献，表现的还可以，但是对于自己本身这个国家死都没有想到，也都没有准备，格陵兰有可能会被拿走，没有这个准备。可是当现在川普这样想，我想他们骨子里还不相信。所以你没有看到这1年来积极、非常害怕或可切的准备，所有这些都是喊一喊的外交动作，废一废这样子而已。所以你说真正要防止美国拿，没有别的，就是只有跟中国跟俄罗斯直接间接有些挂钩，可是这就是丹麦做不出来的事情，就卡在半空中哈。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首先是说丹麦跟北约之间的关系，而且北约很现实啦，一旦现在川普的主义扩张军权到这样的地步。你说整个欧洲北约会直接起来对付美国，还是没可能给代击？而且我们现在我一直注意一点，如同刚刚大使所提到，我觉得在这一次这个对委内瑞拉对我最触动的是什么？就是看到整个川普在海湖的庄园里头，在看整个抓马杜罗整个过程，他的表情，他非常投入。这是一个他自己出场一个军事权力当中，他一动念就可以把所有的职权都完成的那个权力欲望的东西，我觉得比关税战，比任何他在去年当中所有一切的国际外交的那些狠招来讲，我觉得是最刺激权力欲、最容易让人上瘾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会持续下去的。而且格陵兰现在真的说实在的。在现在所有来看，就是其实有很多欧盟的抗议，对现在此刻上瘾的川普来说，就是吠叫的狗，拍一拍或者给点肉，不就结了吗？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是什么压力？那个部分是不对称的，这个权力的状况。而且坦白说，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可能唯一的问题就只是地广人稀而已。就是你虽然说我把格陵兰攻下来，可是要真正的治理或掌握、开采稀土，可能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但要拿下来这件事情，其实相较于现在委内瑞拉来说，更的简单多了。而且最后要注意，全世界现在都有看到这个趋势的变动，威权强权的绝对性，它产生的不只是政治意识，像关税战这种东西跟金钱，你现在看到是物理跟地理的空间也都开始被掠夺了。对，如果格陵兰真被我拿去，我觉得也符合趋势。